马克龙公开造反，美国要如何镇压？想让法国挺不住，关键得靠什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对美国来说呀，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次从中国回去，一些言论算是公开扯旗造反了。就在马克龙回国途中，在飞机上，他对美国政治新闻网记者还有2个法国记者说了一番话。现在这番话已经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他提到几点，其中一个是欧洲必须成为第3超级大国。这个第一、第二呢，当然就是安理会5常里边的上2常嘛。他说法国要主导欧洲的战略自主。他说和战略自主相矛盾的情况是，欧洲总有人感到恐慌，认为自己就是美国的追随者，完全失去了应该作为世界独立一级的自我。另外，欧洲太依赖美元了，一些国家因为遭到了美国制裁，导致欧洲企业也不得不切断跟这些国家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联系，否则将面临美国严厉的2级制裁。马克龙说，凭什么欧洲的企业要给美国当枪使呢？还有，欧洲太依赖美国的能源还有武器供应，欧洲必须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法国人说这话确实是有资格的，因为法国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80年代跟德国还组建了法德联合部队法德旅，并且在法德旅基础上还组成了欧洲军团。要在欧洲防务上挑头，法国有一定的基础和实力。关键是欧洲国家里现在只有法国有核武器，靠法国才能够镇得住场子。所以呢，马克龙对中国领导人说，中法2国是有相同的脾气的，但是中法之间呢，将充满尊重、充满信心、充满友谊的来进行沟通。那中法这个脾气是冲着谁去的呢？马克龙还提到一个跟中国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他对法国《回声报》记者说，有人向法国提出问题啊，问法国是否有兴趣加快解决台湾问题。马克龙说，没有比要求欧洲必须效仿并且跟随美国节奏以及应对中国巨大的反应更糟糕的想法了。为什么欧洲人要按照别人给他们选的节奏走呢？欧洲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危机是否符合欧洲利益？如果2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欧洲将没有时间和资源来资助自己的战略自主权，必然会成为中美其中一方的附庸。欧洲人都不能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又有什么资格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呢？如果只是简单的想增加紧张局势，那么对中国指手画脚才是好办法。所以这就是法国想代表欧洲部分国家表态，不会跟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折腾。这个就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战果。可以想象，美国发现身边出了这么一个大号叛徒是什么感受。白宫现在有官员说，对中法潜在的亲密关系感到担忧。华盛顿方面有些媒体已经开始有人说马克龙是恶棍了，后续估计会出现一系列针对法国的打压行动。这些行动呢，我估计有可能从3个方面实施。第一个方向是在法国内部制造反对声浪，法国群众嘛，示威游行反政府就是他们的日常时尚。第2个方向呢，就是在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培养反法情绪。不过呢，貌似欧洲各国态度未必能配合美国。西班牙已经表示了，作为下一任轮值主席国，上手第一件事就是加深推动中国跟欧盟的合作。所以现在美国能够指望的恐怕只有立陶宛这样的国家了。不过呢，第3个方向会比较轻松，就是在中国国内，特别是互联网上加强对法国的打击。我这2天已经看到不少国内的网民说了，法国啊只听美国的，马克龙的话一句都不能信，回国就会翻脸的。还有人说马克龙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卧底，中国绝对不能跟法国合作。这些言论跟美国的攻势配合的是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啊！而且这些言论也很容易被国外媒体拿回去，在法国渲染成中国民众抵制中法合作，配合在法国国内制造反华氛围，把马克龙砸下来。如果美国成功了，干掉马克龙这个叛徒，那么就可以继续收割欧洲几十年。国内那些网民也会说，你看我没说错吧，欧洲只会横跳。这叫先知先觉，而且人家还可以自称是爱国的反西方的。所以啊，有时候不得不感慨，
咱们国内这么多网民闷头跟中国政府对着干，还真心觉得自己最爱国。由此可见啊，美国还有某些国家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渗透以及舆论引导水平，那是真的高啊。